我们今天呢，准备讲这个第二章的第7节就是富有冒险精神的华工。加拿大这个修建这个太平洋铁路呢，是需要很多那个劳动力，但是当时的 BC 省愿意去修建这个铁路的人呢，只有400多个人。那400多个人呢，是绝对的不能够完成这个铁路，因为落基山这一段呢是很多山的这一段呢虽然是只有几百英里，但是它的山脉很多，要一个一个山脉跨越这个山脉有落基山脉、哥伦比亚山脉、海岸山脉、瀑布山脉等等，这些山脉要跨越的话呢，确实的是非常的艰险，就需要很多的华工，所以呢华人呢就是被大量的招募来加拿大做华工。那我们现在也是先听水哥帮我们读一读这一段。落基山史记，作者介庸，出版发行加拿大华人历史研究学会。第3章，铁路建设。第7节，有冒险精神的铁路华工。1880年5月15日，西段太平洋铁路开始动工。最早中标开工的美国铁路承包商安德鲁·奥德登负责这一路段，工程非常艰巨。铁路要在飞沙峡谷两边陡峭的花岗岩绝壁上兴建，修建工作极其危险，在工程勘探阶段就死了很多工人。奥德登曾经说过，想要完成这段工程，他带来的600个工人可能会死剩下他一个人。如果找不到更多工人和追加预算，他将准备申请破产，放弃承包这个工程。有人建议他雇佣华工，奥德登起初对华工修建铁路的能力还有所怀疑。推荐者告诉奥德登，华人连万里长城都可以建成，修建铁路肯定没有问题。华工的薪金低廉，聘用华工，人手和预算不足的2大难题都可迎刃而解。1880年，奥德登先后从美国波特兰和旧金山招聘了3000多名中国劳工。奥德登发现，虽然华人体格瘦小，但他们可以应付长时间不停的重体力劳动，而且他们食量不大，雇佣中国劳工将会为他节省大笔的开支。于是他决定大量雇佣中国的工人。当时他手下有一个华人主管叫叶来饶，是广东台山人，精明能干。奥德登于是派他到广州和香港张贴招工启事，大量招聘中国劳工。华工多数来自4邑地区，就是广东省台山、开平、新会、恩平4个县。沿海地区的人自古就有漂洋过海谋生的传统，海外乡亲又会把容易赚钱的信息传递给还在家乡务农的乡亲。明清年间，在4邑地区出现了土著人和客家人的争斗，广东多地都发生土客械斗，其中有以4邑地区的土客械斗最为惨烈，死伤严重。4邑地区处于广东珠江三角洲西部，原来有本地人世代居住。来自粤东地区的客家人涌入4邑地区，初期由于涌入人口不多，生存资源尚且足够，客家人与本地人一直相安无事。慢慢的，随着客家人涌入越来越多，双方开始发生大大小小冲突。到了清朝末年，咸丰及同治年间，双方爆发了大规模土客械斗，很多人感觉在当地无法继续生存，萌生了到海外谋生的念头。4邑地区经济不发达，也是导致人员外流的原因之一。虽然广州等地的人们也知道美国需要劳工，但这些地方经济相对发达，当地人更愿意留在本地生活。4邑地区当时经济落后，青壮年为了谋生愿意出外冒险一搏。叶来饶本身是4邑台山人，乡里乡亲间容易产生信任感，加上到金山谋出路，也是4邑人的共识。父携其子，兄携其弟，青壮年们纷纷借钱买船票前往北美，成为弃军劳工。1882年，大批中国劳工从家乡出发，先到江门，再坐船到香港，也有些人在广州直接坐船到香港，在香港要签署一张劳工合约，所以他们又叫做契约劳工。
但是他们大多数人没有文化，对合约的条款只能从劳务中介口中大致了解。劳务中介为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大批招募契约劳工，俗称卖猪仔。这些中国劳工当中部分是被骗上船，因此引发大量纠纷。英国政府为减少这类纠纷发生，在香港颁布中国乘客法，中国劳工要经过香港移民官问话，确认每个劳工都是自愿到海外工作才能上船。根据香港的统计，1880至1899年，从香港出境人口达到120万，入境人口180万，大部分是往来北美洲和东南亚的华人。香港的航运业就是在这个时期快速发展起来的。从香港出发后，先到上海，再经停日本横滨，大约需要6到7周的海上航程，最后到达维多利亚。在维多利亚先通过加拿大移民局检查有关证件，并通过检疫后入住太平洋铁路公司的中转站，第二天再转蒸汽轮船到新西敏市。到达新西敏市后，他们会得到一些生活必需品和食物，但这些物品的费用加上船票、餐费、入境检疫费都会从将来的工资中扣除。这个时间，在工棚旁边有很多人围着华工进行辱骂。由于语言不通，大多数华工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骂什么。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是反华急先锋，当地劳工阶层的白人，多数爱尔兰人认为华工抢了他们的饭碗，所以极力反对输入外劳。第二天，华工们一早登上蒸汽船前往耶鲁镇，到岸后开始步行，通常要走几天路才能到达铁路施工工地工作。工人一般会根据来自不同的家乡，分成一个个小队一起工作。由于他们相互认识，工作起来非常有默契，效率也很高。因此，有一个相当危险的爆破工作。公司抬高工前来吸引志愿者，爆破力巨大的硝酸甘油极不稳定，工人又没有受到足够的培训，结果发生意外事故，有工人被炸死，尸体挂在悬崖上。华工认为与死人尸体一起工作极不吉利，集体罢工，拒绝继续工作。最后公司出钱雇一个原住民到悬崖上清理尸体，之后华工才又返回工地。冬天华工还要冒着严寒进行户外工作，他们没有皮靴，只能用装土豆的麻包袋包住双脚。公司的伙食、住宿及小卖部的商品全部要收费，而且比市场价格还要贵许多。工人们舍不得花钱，夏天都是自己在外搭建帐篷居住。如果遇到生病工伤，公司都不理不管，工人们只好彼此互相照顾。如果工程队离开了原来的地方去别处开工，这些伤病工人基本上就自生自灭，去世的工人只能就地掩埋。后来社会慈善机构了解到这个情况，向社会募捐筹集资金，把这些伤病工人送到大城市或美国旧金山医治。1882年起，从中国直接到加拿大修建太平洋铁路的华工达到8083人，华工年龄10到30岁不等。修建铁路期间，死亡率超过 10%， 但由于工人都是一队一队招聘回来，流动量也很大，因此太平洋铁路公司至今无法提供具体工人伤亡情况。由于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医疗保障严重不足，铁路华工平均寿命只有40岁左右。1880至1885年间，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共雇佣了超过15000名华工，他们的合约期为3年，承诺每天的工资是1块加币，公司包来回船票。按照合约，工人预计做满3年期限，应该可以拿到1000元，可以回家买田、买地、娶老婆、做小生意。但来到加拿大后才知道，每天的收入只在 0.75 元到 1.25 元之间，但他们自己的食物、衣服、交通工具、邮件和医疗服务都要从工资中扣除。而且加拿大的冬天由于天气原因不能工作，
还要扣除误工费。经过7除8扣，1年的艰苦劳动只能拿到大概40元，几乎没有任何剩余可以寄回家乡。华工大多担当最危险的工作，比如用炸药在悬崖上挖掘隧道。工伤意外牺牲的华工家属得不到任何补偿，许多幸存下来的华工连返回家乡的路费也无法筹措。尽管承包商曾承诺这是他们的责任之一，但最终没有做出任何行动来帮助华工回国。许多华工在加拿大孤独的环境中度过余生。尽管如此，华工在建设西部铁路的过程中努力工作，发挥了关键作用。借中评论，在加拿大劳工阶层反对输入中国劳工的时候，麦当劳总理曾经说过，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选择题：一、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选择有铁路有华人；二、选择没有铁路没有华人。加拿大历史学家认为，没有铁路不可能有加拿大，两段话的逻辑关系加起来就是没有华人就没有加拿大。不管当年来加拿大的华人是出于什么目的，他们带给加拿大的贡献是巨大的，给后来的华人贡献更是功在千秋。由于他们的开拓精神，才让中华民族的一支血脉在遥远万里的美洲大陆生根发芽，源远流长。